爹爹，我又来看你了。今天我们来讲发生在很多年前陆家村的一起骇人听闻的拐卖案。被拐者曾被铁链锁了3年，解救后还遭遇抢劫，死在了自己家中。 终于回来了。你真的要去找他吗？他可是个警察。那当然，我就是为了他回来的。先生好，徐先生好。我们会忘记、强化，甚至篡改我们的记忆。所有心理学都是以认清客观事实、找出真相为基础。如何用已知的信息当作锚点，找出藏在别人脑子里的真相呢？哪位同学记得昨天中午吃的什么？请举手。 没有举手的，是真的忘记了吗？这就好比警察在破案的时候啊，忘记了嫌疑人的长相，见了面没准还问一句：“你吃了吗？”徐老师，我有个问题想请教您。听说您以前是一名刑警，侦破过很多难度非常高的案件，但是什么原因让您离开一线呢？哎，先生，徐静之你认识吗？徐静之啊，不认识。不认识啊？徐老师吗？您看一下，这里有他的公开课。犯罪心理学。您好，您找徐静之老师啊？啊，对的。哎呀，我是徐静之的叔叔，他是我的侄子呀。我刚到城里边，我就找不到方向，我转向了。哎，你知道在哪能找到他吗？电话也可以。是这样，徐老师现在已经不在这儿上课了。要是方便的话，不如这样，您把您的电话留给我，我让他回给您。哦，那也可以吧。电话是136113。
约到这么个地方来。哎，你个混蛋，你到底是在搞什么鬼嘛？你不是说徐静之就在这儿吗？人呢？哎，兄弟，你到底是谁呀？为什么要杀我呀？我是来替徐静之报仇的。哎，你弄错了，怪徐静之的是江永泉。为了这事儿，我还坐了这么多年牢。你要报仇，你就去找江永泉吧，别杀我呀！我好歹养过徐静之，我还算他半个爸。哎，是陆有良吗？喂，喂，说话呀！喂，陆有良。喂，陆有良，说话。小孩，你也别怪我，早点忘了以前的生活，才会有好日子过，明白吗？杨哥，请张开。你以后就叫陆远，记住了吗？我是你爸。嗯，叫什么呀？陆远。你是谁呀？我叫陆远，你也可以叫我远哥。哥，你写的啥？
陆冉，你的名字？陆冉。哥，那你的名字呢？陆远，怎么3个字？这是我的真名。怎么念？等回家了我再教你。这里就是家。这里不是家。陆远，还不睡觉？远哥，你看，饿了？我想吃米糕，我最爱吃米糕了。哥，你爱吃啥？羊排面吧。羊排是啥？以后回家带你吃。妈妈，吃米糕。最讨厌吃米糕了。给我过来！说了不让你来找他，他是都是因为我，你别打我弟弟。下去。买来的，还知道心疼弟弟。冷静！我怎么跟你说的？要听话，听话哥哥带我回家。好，乖。哥，你不是答应带我走吗？别跑了，站那儿！这里，帮个忙。这一网挺沉的，我以为很多鱼，结果拽上来这么个玩意儿。谢谢你们配合。哦对，尹哥，早上有2个打鱼的捞上来个蜡像，拖上来的时候发现破损的地方露出了手部的人体组织，然后就报警了。附近只有一条车辙印和拖拽痕迹，凶手胆儿不小。蜡像是密闭空间，尸体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造化，尽快把人体组织送去对比。这条切缝一直从腿部到脖梗处。尸体应该是切开蜡像后再装进去的。调查本市所有蜡像馆，注意有没有此类装束，把现场勘查的所有内容同步给刑一队。是。
发生利器抛尸案是何亚瑟负责，你回刑一队跟他们一起侦破此案。记住，对专案组的事要严格保密。冯局，蜡像穿的所有汉服全部由手工缝制，但是肩部缝线痕迹比别处要新。衣服领口的忍冬缠枝纹、袖子形状的处理都极为罕见。我怀疑，嫌疑人是受到了什么作品的启发。根据车辙推测，应该是一小型货车，左侧痕迹较深。那应该左后轮胎换过新胎。这个蜡像做得这么精致，能够缩小我们的搜索范围，岸边留下的脚印相对清晰。我需要在尸僵形成前把你装进给你定做的棺材里。时间很紧张，甚至来不及打磨这条缝。我还是喜欢活着的你，所以我为什么要杀你？我是想留下你的笑容呢，还是？徐老师，虽然不是徐老师的学生，但是经常去听您的课。您讲课的时候真的很有魅力。徐老师，我看过您这本《犯罪心理实例》，您在书中说法永远要大于情。但我想知道，如果
真是您至亲犯了法，难道您真的能不讲一点人情吗？有问题客上去。要是我没记错的话，上一次的公开课应该是您最后一堂了吧？这是我的餐厅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希望徐老师可以来尝尝我的手艺。不打扰您了。哎，张教授你好。哎，徐老师，同样制式的衣服在五羊博物馆展出过，不过这个展览并没有大范围开放，只是邀请了一些历史研学者和相关文学作者，他们会不会外传就不好判断了。这样，我先把展览照片发给你啊。好的，好的，张教授，谢谢。不管来过几次，看过几回，他都像第一次见到时那样嫉妒。再次进入地下室，他重新掌控了那个空间。他看着刀面反射的光流淌成为一条河，原本静止的刀面纹格渐渐像活了一样。郑新涛怎么样了？除了照片和底片，一定要把我的相机也拿回来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我们成立了一个专案组，需要你这个犯罪心理学家回一线帮帮我们。
有个隐藏多年的拐卖团伙，内部构架复杂，一直以来我们都没有触及到其组织核心。但是现在找到突破口了，而且我们怀疑当年拐卖你的江永泉就是团伙中的一员。哥，我们什么时候回家？睡吧，睡一觉就可以走了。小朋友，现在感觉怎么样？还害怕吗？还会想起被拐卖那段时间的事吗？你放心，我们是来替你解决问题的。有什么想说的，都可以说出来。小朋友，不要怕啊！你看，你的爸爸妈妈都来了，警察叔叔也在，你现在已经安全了。走，我没病，不好意思啊，别带走我，我没病。他怎么了？这人一旦陷入执念，自己封锁自己，就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大夫，我们孩子没事吧？如果需要什么治疗的话，我们一定会全力配合的。现在愿意开始说话就是好事。你们先去办下住院手续。麻烦了，医生。小朋友，别紧张啊，警察叔叔都在这儿呢，我们只是随便聊聊，啊，何叔叔陪着你。车祸的事我记得一清二楚。那你就先跟我说说你是怎么逃跑的。我记得你叫什么？李铁柱。今年多大？今年42。啊，你是从那边过来的吗？对，就是。我把弟弟落在了陆家村。小朋友，不要怕啊。哥，你不要我了吗？
哥，我回来了。我归队何雅知道吧？进来。局长，你找我？这不迟到了吗？就，他找你。你怎么在这儿呢？我怎么就不能在这儿？哦，你是上回说讲课需要调那个案例是吧？我来报道。报道？我档案已经调到市局了，我现在归你管。徐静之，你回来，我竟然是最后一个知道的。你应该第一个知道，坟局这事儿绝对是他的事儿，他应该早就告诉你。没事儿，我好好跟你解释一下。家门口那个商场有一个新开的海南鸡你调回我的队里，是不是应该提前跟我说一声？这么大事儿，我哪能通知你呀？是不是？哎，蜡像案，我有新思路。哎，何雅，徐老师，您怎么来了？我是警院2005级的，我叫刘明。我找何队。啊，何队，何队，徐老师来了。让他坐李龙旁边那个位置。哎，徐老师，这是您的警卫，有什么需要随时跟我说。谢谢。哎。林哥，你以前跟徐老师一起办过案子呀？我们在同一个专案组待过。徐老师这么厉害的人都能调到咱们队来，为啥何队还那么不开心啊？当然啊，跟前夫一起工作，谁能开心得起来？不该问的别瞎打听。我就是这么随口一问，快跟我讲讲他俩结婚的事呗。何队。我会好好表现。账本是不是在你那儿？没想到我随便放出几张照片，你就找账本来了。看来这个账本是真的。你到底什么意思？这什么书？我问你，账本在哪里？我可以把账本交出来，但我要亲自给你老板。在此之前，你得先帮我做件事，怎么样？你没有资格见他，但你想做的事，老板说可以帮你。何队，有新的消息。走，一组过来开个会，把目前查到的汇总讨论一下。痕检那边刚切开蜡像，里面是一具完整的尸体，男性，死者年龄在25岁至28岁。还有一个奇怪的点，尸体上发现了灼烧的痕迹，还不知道具体怎么造成的。另外，
已经找到抛尸车辆购买轮胎的地方，正在查车辆踪迹。本市有13家制作蜡像的工作室，我们拿照片已经问过了，暂时还没有什么发现。但据专业的蜡像师说，每个蜡像师使用的材料比例习惯都不一样。我们让所有的工作室提供了他们制作蜡像的材料样品，技术科已经在化验了。失踪人口那边还没有查到符合条件的，已经往周边的城市扩大了。目前看最大的突破口就是抛尸者，接着找，一定要找到这个人。其他的人继续排查工作。是。哦，还有一件事情，许敬之，著名犯罪心理学专家，从今天开始，他暂时加入我们。散会。尊敬的徐老师，听说您的新作是一本悬疑小说，上次的合作非常愉快，希望我们能够共同完成这部伟大的作品。进山只有这一个路口，也只有这辆车换过轮胎。车主信息呢？周辉，1.75米，身高对得上脚印，信息我给你们发手机上了。这么小的视频到底怎么看出来的？不会了吧？好多绝活呢。走了，查车去。哎，我跟刘明去查车，你跟着徐静之，地址啊发我手机上。陆有良已经送到冷库了。收到了。那个人今天会去读书会吗？哎，小唐啊，你帮我查一下这个机主的基本信息，再帮我比对一个人，照片我放你手机上。好，谢谢。不客气。世间多的是以爱为名的赝品，我创造的初衷是把那些赝品当作真品的人，面对谎言被拆穿的那一刻，心中的愤怒无法宣泄，却又怀念爱情假象所给予的温暖。这个故事有读者说不理解我的表达，其实我这本书的每一页都是在告诉大家，应该用真心去对待爱，才能使这段不朽变成永恒。
他当班，一会儿啊还有货要送。那辆灰色的卡车就是他的。哎，警察同志，他犯了什么事儿啊？你们自己看看啊。是啊。核对。好啊。不跑了！你们是什么人啊？警察你也敢打？他精心设计的刀具挂在墙面，灯光照下来，原本静止的刀面纹格渐渐像活了一样。再次进入地下室，他重新掌控了这个空间，像他从未看到过的那个拥抱和他不曾尝试过的那个亲吻。他记得那双眼睛。不好意思啊，今天因为我们的突发状况，读书会就到此结束了，还请大家有序离场。不好意思啊，谢谢，谢谢。有序离场啊！来，这边走。不好意思啊，实在不好意思啊，来，大家跟着我。陈老师你好，能不能签个名？哎，不好意思啊，他现在不太方便。谢谢啊。陈老师怎么看刚才粉丝的行为？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表达。你们是？啊，我们市局的，找你了解点情况。你看我现在这样，我换件衣服可以吗？当然当然，那我们在1楼的咖啡馆等你。走吧。是不是觉得自己用水冲的挺干净的？洗车犯法吗？态度放端正点，现在再给你机会，知道吗？开个车还运过什么呀？书、纸，出版社的仓库还能有什么呀？160斤，你都能扛得动，还运了3次。我家猪场的猪得了猪瘟，我就扔了几头，要罚就罚呗。知道里面装了什么吗？怎么样？想起什么没有？哎，老徐啊，你这么适合一线，说你教书多浪费啊！作为一名刑警，应该做的不仅仅是逮捕犯罪分子。
晨晨，你在跟谁说什么吗？是不是连澡都洗了呀？走吧。哎，徐老师，陆有良的手机信号一直在移动，而且在读书会附近。我知道了，好。好。喂。啊，行，我知道了。就这样吧，拜拜。又见面了。是啊，巧的都说不清了。您对这个有兴趣？书不错，有什么相同的爱好，就有什么样的圈子。感谢推荐。您误会了，我是徐老师的书迷，但也是陈作家的书迷。我出现在这儿，太迫害了是吗？多关2月起，挺好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在国外长大的。一句成语而已。有空的话，去我餐厅里面坐坐。碰见熟人了。一个书迷。见到书迷还不开心啊？这么沉重。你有空帮我查查他的资料。怎么样了？我怎么这么糊涂？料到是料到，但是不承认和凶手见过面。为了点钱，我怎么可能？没见过凶手，那怎么接触到尸体的？警察同志，扔蜡像的事，我承认是我的错，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。那是因为我欠了高利贷，他们拿我闺女威胁我，我没办法，才鬼迷心窍干了这事儿啊。他们找我，肯定是因为我经常给湖边一个度假村送货，找我的人说帮他扔一个人体模型，我一看有钱我就答应了。我是通过一个储物柜收的钱，你们去查，真的不是我呀！他们让我去最近的储物柜，说里面有我想要的东西。我真的是太缺钱了，出版社那点劳务根本就不够还高利贷的。我就是收钱丢了个蜡像，我到了河边好奇，撬开才发现里面是尸体，真的不是我杀的，我真的不知道是死人。如果我知道的话，你给我多少钱？你打死我，我也不会去的呀！为了点钱，我怎么就那么糊涂啊？我糊涂，我怎么这么糊涂？这相片还有点用啊。这个人并不是凶手。他要是装的呢？他就是抛尸的，真凶另有其人。他装上了。你们那边查的怎么样？唉，那小说里啊，描写的和抛尸的蜡像几乎一致，还有读书会的那身血，也是陈丹玲自编自导的，请人泼血造势。我们已经按规定警告过了。陈丹玲呢？给他打电话呢，是他保姆接的，说什么受了惊吓、发烧，需要休息，明天才能配合我们调查。唉，如果不是周辉，那这个写小说的嫌疑最大呀。明天陈丹玲来了，你和徐静之去审。
师姐，帮我测试一下胶卷焚烧能不能造成尸体上的灼伤。他终于意识到，如果他的爱是永恒的，那他的爱人就要不朽。只有将他的爱人制作成蜡像，他的爱才能永恒。他在他面前沉睡着，胸口平静的起伏，带动着领口鲜红的忍冬蝉之纹。那些花朵仿佛有了生命一般，那是他亲手绣给他的。核对，陈丹林的小说具有极强的病态报复心理，建议从他以及他周边的情感关系入手。徐老师，终于把你盼到我的餐厅来了。我做了最拿手的牛排，希望你喜欢。这样的速成牛排，给您再来上一杯烟熏味的阿玛罗尼，更合适。我还是白水吧。好。徐老师今天来，谢谢你给我推荐的书啊。你几次跟踪我，不只是为了求学问吧？你是怎么知道小说情节和案件相关的？您误会了，我是在网上看到照片以后，才知道小说情节和案子那么相似。当时只是想把我喜欢的作家推荐给徐老师，又是巧合。我看了都吓一跳。不过你那一天啊，有不在场证明。原来徐老师已经查过了，我刚才还很害怕，您误以为我与案子有什么相关。徐老师，庄明成资料我发您，他父母都是海鸥华侨，和您发给我的照片不是一个人。味道怎么样？你这种手艺应该是学了不少时间吧？啊，我从小时候就特别喜欢做菜。总是缠着家里面的厨师教我，算起来也有20多年了。我也想学，你能教我吗？你的表情，可是我没希望。我就是好奇，徐老师学了，是想做给谁吃呢？我就拿你试试。我下次会来。我下次还会来的。
陈老师，现在你在网上的热度可不低呀。你还说会帮我，现在网上都是骂我的声音，我要这个热度有什么用？别在意那些，反转马上就要来了。先预祝你新书大卖。之前你做的非常好，你的才华马上就要被全世界的人看见了。你是我见过最洞悉人心的作者。来，柳，咖啡。啊，谢谢尹哥。何队。哎，进。周辉交代的电话，还有收钱的快递柜订单，和接蜡像的仓库，同一个人。都是死者郑新涛。对，郑新涛自己雇人把自己的尸体给扔了。这能拿到手机、身份证的，一定是他很亲密的人。没错。核对，查到了。郑新涛的父母早年离婚之后，分别组建了家庭，常年居住在国外，说最快要1周之后才能回来配合咱们调查。这亲生父母都这样，难怪人失踪了1个月，连个报警的都没有。死者郑新涛从皮下出血点和呼吸道灼伤来看，最大可能性的死因是机械性窒息，但是舌骨没有骨折，排除被勒死的可能。我们从死者的皮肤上还发现了福尔马林，血管里也残留了防腐剂的成分。凶手可能将尸体放入蜡像前，对尸体进行了防腐处理。机械性窒息，还排除了勒死，不能排除被其他液体类溺亡的可能性。靠内脏灌防腐剂是制作标本的步骤，为什么把肠子留下？我们在大肠处也发现了刀口，只是恶心程度超过了想象。在做标本失败后，他又尝试着把死者封在蜡像里。今后黑色不明残片经过测试就是胶卷燃烧产生的，说明凶手杀人的时候不是以效率为第一要务。受害者的死亡状态呈现为人偶式，代表着收藏。那这么说，凶手具备了连环作案的可能性。还需要看触发凶手欲望的条件是否再次出现。继续往下查吧，着重排查郑新涛身边的亲近关系，尤其是陈丹林。今天到这儿了。新闻什么时候可以准备好？我很期待。这是新书的加印合同，印这么多，我们卖得掉吗？这你就不用管了。那个人的钱我刚刚全部结清了，以后这样的宣传咱们就别做了，风险太大了。只是去公安局交个罚款而已，相对于某些犯罪行为来说，这也太小儿科了。郑新涛的东西都处理了吗？扔了。很快就发布了，放心吧。那我是不是可以去拜访一下徐老师了？你说今天去公安局穿哪套衣服好呢？新闻稿我都准备好了，红色应该更上镜。黑色或许更大气。好啊。哦对，这一份是读书会现场客人的名单，这一份是郑新涛通话记录里可能和他有关系的女性名单。接下来还要做交叉排查，陈丹林也在其中。以现在的信息来看，这个郑新涛的情感关系很复杂。要说情感纠纷是动机的话，那范围可太大了。爱而不得的女人，被横刀夺爱的男人，我看都有可能。好，这个蜡像是王哲，
经常在国内国外两地跑。我刚查到他买了4天前回国的机票，人已经在国内了，就在陈丹玲定制蜡像的那个工作室。走了，辛苦啊。现在已经确认陈丹玲和死者郑新涛有亲密关系，又是做标本，又是做蜡像的，应该就是陈丹玲了吧？你觉得呢？能想到用胶卷把人烧死，这个人对死者一定满怀恨意，而且指向性非常明确，像是因爱生恨的人会做出来的事。你的结论是？这种用心理学叫反社会。临床人格类型的分类啊比较复杂，你要感兴趣，我送你本书。我说个专业名词啊，是为了跟你好交流。难不成我说我怀疑陈丹玲是凭直觉？为什么不相信你的直觉呢？陈老师，先前我们只是想询问一些有关你小说的事情，但为什么当天你招呼都不打就走了？警察同志，是你们同意我回家换衣服的，又没说不可以今天来。这个见过吗？这个是半年前在简蜡像工作室定做的，是以出版社的名义，为了配合新书的宣传。但是1个月以前，工作室告诉我们蜡像因为特殊情况丢了，他们也归还了本金，这事就不了了之了。我确实是以郑新涛为模特做了那么一个蜡像，但是那仅仅就是一蜡像。你看看这个。这就是我做的那个呀。这个蜡像我没做完，这郑新涛跟陈丹玲就分手了。然后王晨告诉我说不用做了，钱也不用退了，我就放那儿一直没管。我真不知道他丢了。人体能直接做成蜡像吗？不可能，你那是电影看多了。我做蜡像啊，为了保证这个素体的坚固，身体部分我是得特意放进一块玻璃钢的模型作为支撑，这样肯定就放不下一个人了。你说这凶手他怎么做到的？那既然蜡像丢了，你们没想着重新做一个吗？这种程度的蜡像得需要800个小时才能制作完成，半年是最短的时间了。徐老师，其实我当时一眼就认出您了，但是当时那个情况太特殊了，我还带了您的《犯罪心理实例》。这本书对我启发特别大，一会儿结束之后，能帮我签个名吗？那个陈老师啊，我看你的小说啊，有一个桥段我记得很清楚，胶卷加热之后窒息杀人的手法，你这个灵感是从什么地方受到启发的？我的灵感来源于郑新涛，他是我前男友，因为他喜欢用胶片机。你现在是在怀疑他们吗？我看过一个采访，陈丹玲和王晨为了写小说学过蜡像制作，他们有这个能力把尸体放到蜡像里吗？王晨肯定是不会干这样的事儿的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你要非要说的话，我觉得陈丹玲更有可能。我什么都不知道。郑新涛死了。死了？但是这陈丹玲呢，我不是经常去出版社吗？我就听了好多关于她的传闻。她写的这前5本书啊，销量特别好，而且呢卖了好多影视版权，确实是赚了不少钱。但是这后2本吧，故事有点雷同，这一雷同吧，销量就下来了。她就做了好多夸张吸睛的宣传。陈老师好像并不意外。你们是刑警，当你们找上我的时候，要么是他犯了事儿，要么就是被害了，这不难猜。他那些宣传也不知道是不是郑新涛帮他出的主意，因为陈丹玲曾经说过，郑新涛是他的缪斯男神。他不是你男朋友吗？
我们真正在一起还不到1个月，感情没有那么深呢。更何况，在犯罪心理学专家面前假装伤心，不是更容易被怀疑吗？那既然陈丹林完全没有商业价值了，为什么王晨还要坚持给他出书？我跟你说，我问过同样的问题，王晨告诉我，他不能抛弃他的好朋友。你说陈丹林有嫌疑，除了分手的事，还有别的依据吗？照片算吗？之前陈丹林拿了很多他们的合照来工作室向我们炫耀，后来他们俩这一分手，我们才知道郑新涛拍过他很多不雅照，陈丹林多次问郑新涛索要照片都拿不回来，这才扬言说要杀了郑新涛。您是不是想问，人是不是我杀的？那照您的逻辑，这世界上存在的杀人手法都已经被写出来了，那就把所有写犯罪题材的作者都抓起来，这世界就太平了。凶手很有可能看过你的小说，也和你有接触。如果有什么线索，还希望你能够及时告知。没问题，我一定好好配合。